好的，咱們今天繼續講弗格森執教曼聯第二階段1990到1993第一批冠軍和英超的突破。上回書說到了1992年夏天，其實這個夏天弗格森真正最想買的人還不是坎通納。當時弗格森需要繼續加強自己的鋒線，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是阿蘭·希勒。當時的希勒只有22歲左右，已經在南安普頓展現出巨大的潛力。曼聯弗格森是非常希望得到他，但最終希勒卻選擇了布萊克本流浪者。布萊克本當時得到了富商傑克沃克的大量投資，所以用當時創了英國紀錄級別的轉會費簽下了希勒。這一件事其實也說明1992年的曼聯並沒有強大到想買誰就一定能買到誰的地步。這裡也多說一句阿蘭·希勒在職業生涯中曾經2次拒絕了弗格森和曼聯的邀請。第一次是選擇加盟了布萊克本，隨隊還拿到了英超冠軍。後來他又回到了家鄉球隊紐卡斯爾聯隊，但儘管錯過了在曼聯贏得更多獎杯的機會，但希勒多次公開表示自己從來不後悔。後來的第2次呢，是當時布萊克本的主席傑克沃克不願意將希勒賣給爭冠的直接對手曼聯，同時紐卡也開出了當時又創了世界紀錄的1500萬英鎊轉會費。那已經是1996年歐洲杯之後了，希勒甚至和弗格森見過面，一度也傾向於加盟曼聯。可最後由於他對家鄉球隊紐卡的深厚情感，還是最終選擇回到了家鄉。希勒後來成為紐卡斯爾歷史第一射手，打進了206個球，深受球迷的愛戴。這是金錢和獎杯无法替代的歸屬感。回到92年夏天，當時弗格森只能簽下了迪昂·達布林，這是從劍橋聯隊引進的。但新賽季開始後不久，達布林遭受重傷，需要長期缺陣，所以曼联很快再次面對鋒線人手不足的問題。而這恰恰成為後來坎通納意外加盟的重要背景。而達布林就很可惜，當時弗格森是以100萬英鎊將他簽下，但因為在賽季初對陣水晶宮的比賽遭遇了嚴重的脛骨骨折、斷腿、重傷，休戰了幾乎整個賽季。在曼聯只效力了2個賽季，總共只代表球隊出場了16次，其中英超12次，一共打進3個進球，英超是2個球。他在红魔可以說是運氣不佳，沒有能站穩腳跟。可這也是一個非常勵志的英格蘭全能的足球名宿，他是從低級別聯賽最底層一步步打拼到英超巔峰，職業生涯總共出場超過500次，斬獲了大量進球。儘管在曼聯的生涯因為嚴重傷病短暫而且不順，可離開曼聯後，在考文垂和阿斯頓維拉隊迎來了自己的輝煌。97到98賽季，他在考文垂還拿到了英超并列金靴獎。達布林生涯晚期經常回撤客串中後衛，退役後還成為了一個成功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和球評專家。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感謝您的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那麼1992年8月15日，第一屆英超正式開局。英超歷史的第一輪第一場比賽，曼聯客場面對謝菲爾德聯隊，結果1-2輸球。更有意思的是，謝菲爾德球員布萊恩·迪恩打進了英超歷史上第一顆進球，而那個丟球的對手就是後來英超最成功的俱樂部曼聯。時間到了92年11月，曼聯距離冠軍看起來很遙遠。在那個改變曼聯歷史的國王坎通納的轉會出現前，球隊甚至在積分榜只排在第8附近，距離榜首有9分之差。緊接着弗格森時代最傳奇的轉會出現了。1992年11月，埃里克·坎通納加盟曼聯。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當時利茲聯方面主動給曼聯打來電話，但他們想問的是，丹尼斯·埃爾文能不能賣給我們？曼聯回答不賣，絕對不賣。緊接着曼聯主席馬丁·愛德華茲反過來問了一句，那麼你們的埃里克·坎通納能不能賣給曼聯呢？於是最終意外的在1992年11月26日，坎通納正式從利茲聯加盟曼聯。轉會費當時公布的是120萬英鎊，但根據馬丁·愛德華茲和利茲聯董事比爾·福瑟比後來的披露，實際成交的底價僅僅是100萬英鎊。甚至還有一種說法，在免除了此前的轉會相關條款後，只付了90幾萬英鎊。所以120萬英鎊的數字是當時的曼聯和利茲聯官方為了平息利茲聯球迷的怒火而對外公布的数字。至於利茲聯當年之所以願意賣掉坎通納，是因為当時的主教練威爾金森和性格叛逆的坎通納矛盾已经激化，法國球星拒絕繼續為球隊出場，並且堅持要求離隊。
坎通納這個人個性極其張揚，桀驁不馴，在法國的時候就多次因為脾氣和違反紀律惹事兒。利茲聯主教練威爾金森一向治軍嚴明，強調紀律，兩個人在管理上，在戰術地位上摩擦不斷，關係迅速惡化。1992年秋天，在代表利茲聯踢完一場比賽後，坎通納對球隊現狀極度不滿，直接選擇獨自返回了法國。隨後就正式提交了轉會申請，並明確表示我再也不會為利茲聯出場了。不過當時的坎通納向俱樂部攤牌要求把自己賣給利物浦或者阿森納。是的，我們的國王坎通納他初衷並非曼聯，所以歷史也是陰差陽錯。如果沒有當時的利茲聯總經理比利·福瑟比那一通電話打給曼聯想買歐文，如果沒有曼聯主席愛德華茲順便試探性的詢問，雙方就不會最後一拍即合，也就不會有足球歷史上這一筆最著名的轉會之一。當時的利茲聯隊還不知道，這次看似平常的清理叛將，最終會成就他們當時死敵曼聯開啟了長達20年的英超霸業。這裡還得多說一句，就在剛剛過去的91到92賽季，利茲聯就因為有坎通納，他們剛剛擊敗曼聯奪得了英格蘭聯賽冠軍，幾個月之後卻把這個奪冠的最大因素賣給了曼聯，這幾乎等於說是把新的英超時代的冠軍鑰匙交給了福格森，親手交給了福格森。不過坎通納來到之後，他並不是靠瘋狂进球改變曼联，這是理解92到93賽季最重要的一點。坎通納加盟以後，那個賽季在英超進球只有9個，看上去當然也不錯，但顯然不是30個球級別的超級射手數據。所以他真正改變的不是一個人突然能進幾十個球，而是改变了整個曼聯前場的結構。在他加盟之前，曼聯真正缺的是什麼呢？原有的前鋒馬克修斯，他的特點身體強，能夠背身，能夠對抗，射門能力好。布萊恩·麥克萊爾，他的特點是跑動聰明，勤奮，能夠進球，能夠參與連接。這兩個人都很好，但面對對方擺大巴收縮很深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誰站在對方中場和後衛之間呢？誰負責最後那一腳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傳球呢？誰可以在禁區前接球轉身，直接改变整個進攻方向呢？此前曼聯經常依靠邊路衝擊和傳中，但如果對手把禁區守得非常密集，曼聯在中路的創造力會顯得不足。這就是坎通納能夠解決的問題，他一個人就能破掉這個世界級的難題，如何破大巴？坎通納讓傳統的4-4-2真正變成了有層次的4-4-1-1。所以陣容方面，門將舒梅切爾，右後衛帕克，中後衛布魯斯和帕里斯特，左後衛埃爾文，中場右邊坎切爾斯基，左邊吉格斯或者里夏普，中間是保羅因斯和羅布森或者麥克萊爾，然後是坎通納，最前面是馬克修斯。看起來仍然像雙前鋒，但坎通納不會一直和馬克修斯並排站着，他會不斷的深度回撤，橫向移動，在中場和後衛之間的線間區域接球，然後突然直塞，自己再向禁區前插，這就給對方中後衛出了一個難題，到底要不要跟坎通納出來呢？如果跟出來，中後衛身後的空間會被馬克修斯、吉格斯和坎切爾斯基利用，如果不跟，那麼坎通納就如魚得水，他可以隨意轉身傳球或者射門，這就是他巨大的戰術價值。尤其坎通納非常適合福格森打造的高速邊路，想象一下，當他拿球抬頭轉身之後，左邊可能是吉格斯，右邊是坎切爾斯基，前面還有馬克修斯，三個人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所以坎通納甚至不需要自己連續帶球幾十米，許多时候他只需要接球，抬頭一腳傳出去，立刻就能創造威脅。這就是為什麼坎通納的到來和這套曼聯產生了近乎完美的化學反應。另外，他改變的不只有戰術，還有心理。92曼聯的最大問題並不是球員實力不夠，而是真正接近冠軍的時候會緊張。而坎通納什麼都不缺，就缺一樣東西，害怕。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害怕。他的身體語言永遠給人一種感覺，這場球贏的是我們。他擁有一種極強的自信，甚至傲氣。這對一支剛剛經歷1992年爭冠過程中崩盤的曼聯來說非常重要。從某種意義上，坎通納不僅讓曼聯的進攻更聰明，也讓曼聯在心理上更像是冠軍。還有，他對曼聯訓練文化同樣產生重要影響。坎通納外表看起來叛逆、狂放，個性極強，但實際上他對個人技術訓練非常認真，非常嚴肅，經常要進行個人額外的訓練。這種行為會影響到年輕的球員，特別是吉格斯，以及後來逐漸進入一線隊的92班成員。於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出現了，
曼聯年輕球員看到的超級明星，不只是在比賽當天很有天賦，而是每次訓練結束後還會繼續加練。因此，他對曼聯的影響有3層：戰術上，他填補了前腰和第二前鋒的空間；心理上，增加了冠軍的自信；文化上，強化了訓練標準。1992年12月，坎通納開始代表曼聯出場，第一次上就是曼徹斯特德比，對手曼城，而這場他並沒有首發，而是半場替補換下了布萊克摩爾。他在下半場的登場徹底激活了曼聯的進攻節奏，最終曼聯2-1獲勝。隨後面對切爾西，他取得加盟曼聯後的首個進球。從這個時候開始，曼聯的走勢已經明顯改善。1992年12月26日，謝菲爾德星期三3-3戰平曼聯。這場球經常容易被忽視，但非常能說明曼聯心理上的變化。剛開始曼聯一度0-3落後，如果換成1年前，很可能就崩盤。許多人都會覺得比賽已經結束了，但這一次不同，曼聯開始瘋狂的反撲，最終連進3個，3-3逼平謝菲爾德星期三。一場比賽已經給球隊一種新的心理認知，0-3的情況下都不一定会輸，比賽沒有結束，我們永遠有機會。這就成為後來弗格森曼聯這支球隊最著名的性格。1993年冠軍爭奪仍然非常激烈，競爭主要集中在曼聯、阿斯頓維拉和諾維奇身上。到了4月初，曼聯甚至還有過連續4場不勝。而下一場比賽客場對諾維奇，諾維奇本身就是爭冠對手，所以這場球極其關鍵。1993年4月5日，弗格森做出了和92年完全相反的選擇。這可以說是他整個第2階段最值得注意的關於弗格森自己的成長。1年前爭冠壓力巨大的情況下，面對西漢姆聯，弗格森趨於保守，結果輸球。1年之後，面對諾維奇，同樣是爭冠生死戰，馬克修斯還停賽。換做過去，換做其他教練可能會想那就讓經驗豐富的布萊恩·羅伯森上吧，先把中場給守住。但弗格森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速度更快、攻擊性更強的坎切爾斯基。意圖非常明確，我不是來保平局的，我就是來贏球的。結果曼聯用極快的反擊迅速把諾維奇打穿，開場不久連續進球，很快就3-0領先了。最終比分諾維奇1-3告敗。這場球成為曼聯賽季最後階段7連勝的開端。更重要的是，他和1992年的西漢姆聯之戰形成了非常漂亮的對比。這也是弗格森第一次從聯賽爭冠失敗裡學到寶貴經驗，並且做出改變。5天之後，曼聯2-1戰勝謝菲爾德星期三，這是在1993年4月10日，這也是弗格森在曼聯歷史上最經典的比賽之一。主場剛開始曼聯0-1落後，當比賽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如果輸球，爭冠形勢會非常嚴峻。第86分鐘左右，埃爾文開出角球，被謝周三後衛頭球解圍。埃爾文在左側禁區外拿球，又是一個45度起腳傳中。布魯斯在禁區線附近頭球甩頭攻門，頂入死角。緊接着96分鐘，另一名中後衛加里帕里斯特助攻，他在右路傳中折射後找到了布魯斯，完成絕殺，形成了經典的中後衛連線。而這一場補時為何長達7分鐘？全因為下半場主裁判約翰馬丁竟然拉傷了自己腿部肌肉，被迫由邊裁帕特莫菲臨時上場接替執法。光是換裁判和重新讓裁判熱身就耽誤了好幾分鐘。所以在場上弗格森場邊不斷地指着表，你要補時，你要補時啊！最終造就了經典的絕殺。第2個進球之後，弗格森和自己的助手布萊恩基德直接衝向場邊瘋狂地慶祝。這個畫面成為英超早期最著名的鏡頭之一。而這場比賽後來也被看作是所謂弗格森時間的神話的早期代表。當然，弗格森时間這個說法是後來才逐漸流行開的。這個詞兒的意思是在比賽最後幾分鐘，曼聯會不斷的壓迫。當你以為比賽就快結束了，結果曼聯又進球了。這次布魯斯的2個頭球幾乎就是這種曼聯精神最早期的象徵。而比賽以2-1結束，還不僅是因為絕殺，而是因為這讓曼聯真正掌握了爭冠的主動權。到了1993年春天，曼聯的核心結構已經非常清晰。門將舒梅切爾，世界級的門將；中後衛史蒂夫·布魯斯加加里·帕里斯特，他們的經驗、力量和制空能力兼備。右後衛丹尼斯·埃爾文，穩定的幾乎沒有存在感，但極少犯錯。中場保羅·因斯提供跑動、搶斷和身體，還有老隊長布萊恩·羅伯森。邊路左邊的瑞恩·吉格斯和里夏普，右邊的安德烈·坎切爾斯基
都是速度極快的球員。中鋒馬克修斯負責對抗中後衛，負責在禁區內終結，還有自由核心埃里克·坎通納，他負責連接所有人。這樣一來，球隊幾乎不存在明顯結構性的缺口。1993年5月2日，曼聯最大的冠軍競爭對手阿斯頓維拉在主場面對奧爾德姆競技隊，只要維拉無法取勝，曼聯就能提前成為冠軍。結果維拉崩盤了，0-1輸球。於是曼聯正式成為第一屆的英超冠軍。而曼聯在當天甚至沒有比賽，他們上一次頂級聯賽冠軍還是1966到67賽季，這一次92到93賽季，也就是說長達26年的等待被結束了。曾經由喬治·貝斯特、博比·查爾頓、丹尼斯·勞代表的冠軍曼聯以後，整整一代的球迷再也沒有看到過曼聯成為英格蘭聯賽冠軍。26年，人生能有幾個26年？而現在，弗格森終於結束了這場等待。93年5月，在老特拉福德進入曼聯加冕的儀式。在冠軍確定以後，他們在主場面對布萊克本流浪者。此時比賽的氣氛已經完全不同，全世界都知道冠軍已經屬於曼聯。最終曼聯3-1獲勝，這場比賽就完全是一場冠軍的慶典。當賽季結束，42場比賽，24勝12平6負，進了67個球，丟了31個球，積分84。第二名維拉只有74分。曼聯最終領先10分，這非常有意思，因為在92年11月底，坎通納加盟前，曼聯還落後榜首9分，可到了賽季結束，已經領先第二名10分。短短幾個月，整個冠軍格局完全翻轉。但也不能簡單的說是坎通納一個人將曼聯變成了冠軍，因為冠軍的基礎早在他來之前就已經逐漸形成。我們可以把這支球隊看成弗格森一點一點拼出來的機器。第一塊舒梅切爾，第二塊布魯斯加帕里斯特，第三塊丹尼斯埃爾文，第四塊保羅因斯，第五塊吉格斯里夏普坎切爾斯基，第六塊馬克修斯，最後是坎通納把這些零件真正連接起來。弗格森已經用了好幾年時間裝了一輛性能很強的赛車，是坎通納終于给他裝上了最適合的發動機控制系統。時間到了現在，弗格森的曼聯已經有了3個版本。90到91賽季，他們是強硬的4-4-2，面對巴塞羅那的歐洲優勝者杯決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典型的打法是防守上強度，搶下球前後快速送到邊路。馬克修斯在中路爭奪，麥克萊爾尋找第二點，這時候強調身體壓迫邊路，快速向前禁區內的衝擊。第二版91到92賽季，2翼的速度進一步提升，有了舒梅切爾、帕克、坎切爾斯基，還有越來越重要的吉格斯。曼聯越來越依賴2翼推進，這也已經很接近後來大家熟悉的弗格森式曼聯。但存在一個問題，中路創造力不足，特別當對手擺大巴的時候，很容易變成邊路不斷的傳中，不斷的被頂出來，再傳再被頂出來。真正到了爭冠最後階段，容易陷入僵局。而現在第3版的弗格森曼聯，坎通納讓整個體系真正立體化。曼聯第一次真正同時擁有了寬度和縱深，還有中路的創造力。吉格斯、里夏普、坎切爾斯基負責寬度，馬克修斯和邊鋒攻擊對方身後，這是縱深。而坎通納一來，中路創造力就有了。曼聯的進攻從平面變成立體化，這是1993年的冠軍球隊完成的最大戰術上的改變。與此同時，弗格森本人也在變。1986到1990年，他的主要工作是清理，這包括改變更衣室的文化，清理不符合要求的球員，重建訓練標準，以及建立球探和青訓體系。而1990到1993的第二階段，他的主要工作開始變成要建立冠軍文化，其中有幾個非常重要的特點。第一，球員的資歷不再自動等於場上的首發位置，即使是老球員，如果狀態不好，也會被年輕人取代。第二，年輕球員只要足夠好，我就敢用。最明顯就是17歲的瑞恩·吉格斯，弗格森不會因為他太年輕就不讓他踢主力。第三，弗格森從失敗裡修改了自己過去的做法，這是最重要的一點。關鍵時刻，他不再趨於保守，反而敢於在對諾維奇的時候使用更加進攻的坎切爾斯基。這就是後來弗格森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他可以有非常強烈的原則，但不會為了證明過去的自己永遠正確而拒絕改變，這是非常關鍵的。許多人在25歲、30歲以後都會趨於保守，總是通過不斷的說法在維護自己過去錯誤的做法，而銳意進取的改革派則恰恰相反。
那麼此時弗格森已經有了第一代的冠軍球队，舒梅切尔、布魯斯、帕里斯特、埃尔文、因斯、马克修斯、坎通纳。与此同時，训練基地上青年队已經有了吉格斯、大衛貝克汉姆、尼基巴特、加里内维尔、菲尔内维尔、保罗斯科尔斯。这才是我们認識的福格斯真正厲害的地方。他不是在等待第一支球隊衰老之後再去思考下一支球隊怎麼辦，而是在第一支球隊剛剛成熟的時候，下一代的曼聯已經開始培養。所以1993年不是一個偶然性的冠軍，它更像是曼聯長期王朝的第一個落點。當我們把第二個階段3個賽季放在一起來看，90到91聯賽第6，國內聯賽杯亞軍，歐洲賽場歐洲優勝者杯冠軍。這時候弗格森證明了曼聯能夠重新贏得重大冠軍。91到92賽季聯賽第2，國內聯賽杯冠軍，歐洲賽場歐洲超級杯冠軍。這是他們第一次真正衝擊聯賽冠軍，卻在最後階段崩盤。92到93賽季聯賽上英超終於拿到冠軍，而此時的國內杯賽和歐洲賽場都不是主線。他們結束了26年對聯賽冠軍的等待，王朝真正開始了。於是弗格森執教曼聯的第3階段1993到1996，坎通納建立王朝與92班革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感謝您的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下次再見。